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这两天关于 LK99的好消息是越来越少。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在知乎上呢，默默更了一个帖子，他提到延世大学和量子能源研究所就李世培的那个小公司签订了业务协议，要合作。这是个好消息啊，这是妥妥的倒的消息啊！你得说人家默默在韩国这消息来源确实比较灵通，我就赶紧找到这个相关的网站看了一下这个报道啊，这个讲的很明白，说这个延世大学呢和量子能源研究所签署业务协议，决定通过联合研究来寻找超导材料。是还没有吗？为什么要寻找呢？我们接着看说量子能源研究所之前声称已经制造出室温超导 LK99， 随着这次联合研究的宣布一度低迷的关于 LK99 的兴趣可能会再次高涨。延世大学6号通过新闻稿宣布呢，量子产业融合先导团与量子能源研究所签订协议，决定通过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技术呢，在材料开发领域全面开展研究与合作，并表示通过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共享，构建领先的研究基础，并携手努力开发新材料，包括超导材料，以实现它的商业化。这个量子产业融合先导团它是一个新成立的组织。延世大学相关人士表示呢，我们成立了是以李学培延世大学应用统计系教授为团长的量子产业融合先导团，计划通过产学合作，在技术开发的全部过程中提供支持，不仅限于专利和实现商业化。量子能源研究所的代表李世培表示很高兴能与延世大学这一拥有卓越研究基础设施的学校合作。这次的合作将成为量子能源研究所超导材料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认为这将加快新型室温超导材料的开发和商业化进程。那延世大学和量子能源研究所他们计划围绕着这个量子产业融合这个先导团开展合作研究积极争取专利，并与重要的企业探讨商业化。那李学培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谨慎地表示呢，确认与量子能源研究所开展超导材料联合研究，但似乎也考虑到了公众对 LK99 真实性的质疑。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在发展和商业化超导材料的过程中开展合作。量子能源研究所的专利包含了小型创业公司难以支持的理论基础，这一点双方都认同，有必要与高校开展合作研究。他还表示合作过程中可能会对 LK99 进行验证。LK99 是否真的是室温超导固然重要，但即使它的电阻大幅降低，也具有商业化价值。这是这个报道的完整内容。那这个报道里边除了提到这个李世培之外就提到了另外一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位李学培。你看李世培、李学培还挺有缘的。这个李学培教授我也搜了一下，他是延世大学的嘛，这个就好搜出来。这个通过他们这个延世大学的应用统计学的网站就找到了这位李学培教授，年龄还是比较大的。你应该说这个应用统计系这个形象各方面，你看这个有点特点，其他的还都算帅哥呢长得都不错。当然这个韩国人的这个长得不错你懂的。所以这个挺有福相的李学培教授，应用统计系的。那么他在讲话中说得很明白，不光是争取专利，看来这个应用统计学这个人他可能在于更多的社会性的工作，协调能力比较强因为像和延世大学合作，为什么不找一个物理系的或者其他系的是吧来做呢？是需要一个统筹的人。这个观点就是他们这种做法我是认可的。你找一个专业研究特别能力强的人和李世培他们合作，其实呢不能提纲挈领，他这个其实还是产学研嘛，要有一个人给统起来就这个人年龄看起来呢比其他的这个系里边教授我觉得年龄都要大一些这是他这位李教授，延世大学的应用统计学的李教授，统筹这个量子产业融合先导团
来负责量子能源研究所和延世大学之间的全面的合作。那这里边最后一句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 LK99 是否真的是室温超导固然重要，但即使它的电阻大幅降低也具有商业化价值。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倒了吗？这起码说明啊，在延世大学没有对 LK99 手中的样品进行研究之前，延世大学已经认可了 LK99 具有让电阻大幅降低的这种材料的可能，这是他们合作的底线。因为他们说呢，合作过程中可能会对 LK99 进行验证。验证的意思可不是复现啊！大家知道，在韩国低温学会组织的这个验证中，他们已经验证过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复现也没有成功。延世大学的，也指出这个和 LK99 不一样。但是这次合作呢，是跳脱于低温学会的那个按照12307那个论文之外的合作。所以这个合作啊，应该是全面的。延世大学啊，是韩国的所谓三大名校嘛 ，Sky 之一。所以呢，这就让人比较有意思的，李石培、金志勋，包括去世的那位崔教授，都是高丽大学的，包括现在这个全英完教授，是吧？他们呢没有和母校合作，而是选择和应该说母校的一个比较强烈的竞争对手合作。所以我在群里边也留言，我说过呀，这里边的恩怨情仇的浓度啊，可能是相当的高。所以我们吃瓜群众呢，当然是乐见于这个报道了。那这个消息传出来呀，韩国的股民、韩国的岛派论坛，那是一片欢腾啊，感觉自己要解套了。实际上啊，远得很呢。到底倒了没有啊？我现在还是倾向于它是倒的啊。这个倒的原因呢，是因为早期啊，最早的时候，就是金贤卓教授老金同志第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网络媒体接受采访视频采访的时候，他信誓旦旦的说 LK99 的抗磁性是这个石墨的5000多倍，不是热解石墨啊，就是石墨的5000多倍。那作为一个在韩国的这种比我们还要内卷的这种高考机制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一直到成为美国的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在韩国呢也是比较准院士级的或者院士级的这么个人物，他是否可能搞错了抗磁性的计算或者抗磁性的基本指标？我对这个是怀疑的。所以我认为老金说的那句话如果是对的，LK99 倒是一定的，但是它是哪种程度的倒？这就另说了。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往磁铁上一放它就悬浮起来的那种倒，一定不是那种倒啊！从液氮里边泡一泡是吧，在低温轨道上就能来回跑的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导一定不是。所以呢，主流的超导学界不认可 LK99， 这个也情有可原。说你那就是硫化亚铜也没错你看韩国的延世大学多傻呀，他不听咱们中科院物理所的是吧，就要坚决研究这个硫化亚铜。你说他这韩国人这个确实是浪费钱开个玩笑啊。所以呢，延世大学这次合作不是闹着玩的他们不是说看着 LK99 的笑话还不够，我们也参与到这个笑话来。你觉得这是个笑话吗？有时候我们把别人当成个笑话，我们自己就活成了一个笑话。那好的，这是关于 LK99 的报道，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